公元1554年，胡宗宪来到了浙江，在这里，他将完成他此生唯一的使命——抗倭。此时，浙江的主要官员有3人，分别为总督张经、巡抚李天宠，还有奉命济海的工部侍郎赵文华。这3个人的关系很微妙。赵文华是严党，他是严嵩的义子，而张经是吏部尚书李默的同乡，李默和严嵩又是政敌。1554年5月，在胡宗宪担任浙江巡按的1个月之后，明军取得了王江津大捷。可就在张经和李天宠打算上报喜讯的时候，赵文华却找到了胡宗宪，他邀请胡宗宪和他一起弹劾张经。现在胡宗宪有2条路，要么与赵文华合谋，要么转身离开，留下清白。胡宗宪选择了前者，因为他被允诺成为新的浙江巡抚。就这样，胡宗宪成为了趋炎附势的人，因为在他的眼中，张经等人是无法根除倭寇的。之前的王江津大捷，虽然张经取得了抗倭以来最大的胜利，但是归根结底，他并不能够领导这项伟大的使命。面对那些狼虎一样的敌人，张经是一个勤奋有余但是又缺乏魄力的人。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嘉靖29年的北京城，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老上司3边总督曾潜和前任首辅夏言。但他还是选择依附严嵩，为了他那句曾经留下的誓言。赵文华的奏书一到京城，在严嵩的授意之下，张经、李天宠被逮捕回京。胡宗宪从7品巡按升任4品巡抚。可胡宗宪刚刚上任，就迎来了一场溃败。当时的苏松巡抚曹邦甫打了胜仗，赵文华想要抢夺功劳，他就命令胡宗宪征调精兵4000，追击敌寇。可换来的却是宗宪兵死者1000余。此时的胡宗宪既不了解倭寇的战斗方式，同时也不熟悉浙江的地理环境，但失败却并没有影响胡宗宪的升迁速度。不久之后，赵文华还朝，弹劾吏部尚书李默，李默因此冤死狱中。胡宗宪升任浙直总督，总领抗倭事宜。至于嘉靖皇帝为什么要选择胡宗宪，一是嘉靖33年左右，正是嘉靖与严嵩关系最亲密的时刻；二是胡宗宪的出身和素养，皇帝也早有耳闻。南倭北虏问题一直是皇帝的心病，不然就算严党一再推荐，皇帝也不会选择一个没有用的人做如此重要的岗位。终于，胡宗宪达成了他的目的，眼下东南军政系在他一人。上任之后，他便开始着手解决2个棘手的问题，首先便是军费。此时明朝国力日益衰弱，而嘉靖皇帝又大兴土木，大肆修建宗教场所，抗倭粮饷严重短缺。其次是人才，他需要良臣能将。自古以来，军国大事并不是一个指挥官就能解决的。他首先设置了提鞭法，将富户与百姓按照家产分级收取军费，清查全县的人丁、粮食、田亩等各项税收基数，分为10段，每年由其中1段承担徭役。这项新政的关键在于不再以户为单位征缴赋税，所以便打破了里甲制和军徭法以户数为基础，导致富户与官府勾结，向贫户转移负担的局限。钱的问题解决了，胡宗宪还需要解决人的问题，于是他先后招募提拔了徐渭、戚光、于大猷等人。在解决了人才和军费的问题之后，胡宗宪开始准备面对他真正的敌人——汪直，徽州人，胡宗宪的同乡。他原本是浙江一带的海上商人，因为朝廷的海禁政策沦落为寇。汪直作为倭寇的首领，与明朝军队交战已久，而且在势力逐渐扩大之后，他自己直接跑到了日本。胡宗宪在与徐渭商议之后发现，想要在战场之上直接击败汪直基本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他们制定了先安抚后招降的策略。因为汪直实际上只是一个追求利益的商人，他先将汪直在明廷监狱关押的母亲和妻子释放，然后他派出陈可愿、蒋周去日本寻找汪直。蒋陈2人首先联系上了汪直的儿子汪敖，经过汪敖的引荐，在听过蒋陈2人的政策之后，汪直异常高兴。他虽然很有钱，但毕竟是朝廷的通缉犯，还是一个流亡海外的人。如果一旦被朝廷招安，不仅免了死罪，还可能有个一官半职。汪直说道：“于大猷绝我归路，故至此。若戴罪许氏，吾亦欲归耳。”但此时日本国王已死，各个岛屿之间并不融洽，此事需要从长计议。于是汪直留下蒋周，派陈可愿同汪敖一起返回浙江。胡宗宪在见到汪敖之后盛情款待，这给足了汪敖面子。可热情的背后是胡宗宪与徐渭的精心设计。
汪直是不可能被轻易招安的。他们此刻的目的是稳住汪直，也就是先前制定策略中的先安抚，这样他们才能放开手脚去对付他们的另一个敌人。徐海也是徽州人，原本是汪直的手下，后来因为理念不合而分开。汪直的本质是商人，而徐海就是彻头彻尾的强盗。而胡宗宪当然也不是什么墨守成规的人，刚刚来到浙江的时候，他就曾经在井水中投毒，几百个倭寇被胡宗宪毒死。也正因此，胡宗宪被朝中一些满口知乎者也的文臣们嫌弃。可胡宗宪是不在乎，他的目的是解决问题。通过几次与徐海的交手，胡宗宪发现这个海盗还是一个军事素养颇高的人，而且徐海也不是一个人，他还有2个同党，分别叫做麻叶、陈东。所以胡宗宪制定了不同于汪直的策略，他打算从徐海的内部瓦解对手。他派出太学生罗龙文假意投靠，目的是了解徐海。经过罗龙文的反间计，徐海已经和他其他2个同党产生了嫌隙。不久之后，徐海在猜忌之中率领1万倭寇进攻造陵，胡宗宪则命令亲信夏正带着汪直儿子的信找到徐海，意思便是汪直现在已经准备归降了，你就不要负隅顽抗。徐海很惊讶，但这仅仅是第一层。胡宗宪料定徐海不可能投降，这依然是反间计。为了进一步分裂其与麻叶、陈东的关系，徐海看到信之后则说道：我们是兵分3路，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。夏正立即回道：陈东已有去意，就差你徐公了。这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挑拨，但由于之前罗龙文打下的基础，当局者迷，徐海正一步一步走进胡宗宪的陷阱之中。至此，陈东、麻叶、徐海3人之间的隔阂进一步扩大，徐海本人想要归顺朝廷的心也越来越强烈。不久之后，徐海派来使者和胡宗宪商讨退兵事宜，并索要财物。胡宗宪想都没想，直接答应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徐海也算信守承诺，释放了200多名明朝战俘。陈东孤木难支，坚持了1天之后，也只能匆忙收场。胡宗宪此举精准地把握住了对方的心理，他可能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将领，但对付这些倭寇，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。几天之后，胡宗宪给徐海写了一封信，要求徐海作为朝廷招安树立的标杆，去剿灭吴淞江的海盗。此时的徐海正沉浸在自己高官厚禄的美梦里，在他解决了吴淞江的30多名海盗同行之后，他却并没有等来胡总督的嘉奖，反而等到了他的老对手于大猷。此时徐海终于幡然醒悟，但为时已晚，他已经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。在倭寇的心中，他已经是叛徒了，而在朝廷的心中，他从始至终都是倭寇。徐海害怕了，可是他已经深陷胡宗宪的圈套，也只能安慰自己，朝廷会给他一个光明的未来。于是为了活命，他将弟弟徐弘作为人质，并献上自己平日佩戴的飞鱼冠、肩甲、名剑以及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。看着徐海献上的贡品，胡宗宪却下了一道让于大猷放走徐海的命令。因为现在徐海已经彻底成为了胡宗宪的一枚棋子，他还需要徐海做更多，他还要用这枚棋子盘活整个东南沿海。胡宗宪再次下令，要求徐海杀死他的同伴，作为新的投名状。徐海的效率依然很高，麻叶被徐海送给了胡宗宪，胡宗宪也给了麻叶一个活下去的希望，要求麻叶写一封信给陈东，让陈东杀了徐海。可这封信却并不是送给陈东看的，反而是送给徐海的。他在给徐海施压，因为徐海作为一个成名已久的海盗，纵使进了胡宗宪的圈套，他断然是不甘心的。而且他与陈东一向关系不错，胡宗宪的意图就是告诉徐海，你并不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徐海愤怒了，这么多年来，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此时徐海的2个小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，他们消除了徐海的顾虑，对徐海说，胡宗宪的路才是正道，难道他们要一辈子做见不得光的人吗？徐海做出了决定，他设计降服了陈东，准备带着陈东向胡宗宪投降。可与此同时，胡宗宪却派出了一支部队偷袭了徐海的大本营，这也是一个态度，在没有让我满意之前，你只是倭寇。
徐海确定了招安的日期，可他却在日期来临之前就率领着全部手下突然出现在胡宗宪的眼前。徐海在宣示他最后的资本，虽然他现在手上只有陈东一个筹码，但是他如果不这么做，只能一步一步被胡宗宪玩弄致死。此时已经成为尚书的赵文华又来到了浙江，虽然他是严党的头牌人物，可是他并没有见过这样的阵仗，他不敢面见倭寇，他下令不开城门。可胡宗宪执意要见徐海，你赵文华现在也拦不住他。海叩首服罪，宗宪磨海鼎，未遇之。徐海放弃了，可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。胡宗宪将陈东余部和徐海分别安排在2个地方，并且带话给陈东的部将。督府檄文徐海，要他晚上来捕捉你们。陈东余部大为恐惧，于是趁夜攻击徐海。徐海带着2个小妾苍忙出逃，在小路为兵器所伤。第2天，官兵包围了徐海，徐海投水而死。胡宗宪则将陈东、徐海等人的人头上报中央。嘉靖皇帝大悦，浙江一带的倭寇得到了有效控制。徐海就是真倭，从始至终胡宗宪从未想过要招安徐海，这一切不过是他麻痹的手段。徐海已经倒了，现在还剩下一个之前被稳住的汪直。汪直有钱有人，而且远在日本，对于缺兵少粮的胡宗宪来说更难对付。